看来中国经济真的要完了。根据日经亚洲最新报道，中国吸引外资已经跌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，近3年暴跌 99%， 创下改革开放33年来的历史最低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土崩瓦解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：2024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净额仅有可怜的45亿美元。要知道，这个数字在2022年还高达数千亿美元。短短2年时间，外资就像潮水一样退去，留下的是一片萧条的投资沙漠。更要命的是，就在外资疯狂出逃的同时，中国本土企业也在加速将资金转移到海外。根据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达到惊人的1730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来说，每流入1块钱外资，就有38块钱的中国资金在外逃。这种资金双向出逃的态势简直闻所未闻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这轮资金大逃亡开始前，中国政府还在不断降息，试图刺激经济。结果好了，基准利率远低于多数发达国家，不仅没能留住外资，反而成了催化剂，加速了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步伐。曾经有华尔街大佬就公开抱怨，在中国的投资连本金都难以汇出。要知道，中国每年光是进口农产品就要花掉2500亿美元，这些钱都是用来填饱14亿中国人的肚子的。大豆、种子、化肥，这些都是维持中国人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资。现在外资撤离导致外汇收入骤减，这些基本物资的进口资金从哪里来？更糟糕的是，目前在华日企已经闻风而动。根据中国日本商会最新调查显示，将近一半的在华日企表示，2025年要么削减投资，要么干脆不再追加新资金。这些日企可不是一般的小角色，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，同时也是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外商群体。现在连这些老朋友都要撤离了，中国经济还能指望谁？看到这一幕，恐怕连最悲观的经济学家都始料未及。2024年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企撤离潮正在中国上演。IBM 裁撤中国研发部门，微软大幅缩减在华业务，普利司通宣布停止在华生产轮胎，日本住友化学撤出液晶面板生产线。这些曾经为中国经济腾飞立下汗马功劳的跨国巨头们，正在用脚投票。更让人心惊的是，就连牵手半个世纪的老伙伴也要分道扬镳。日本新日铁果断终结了与宝武钢铁的合作关系，韩国浦项制铁也在筹划出售其在江苏的不锈钢厂。这些重工业巨头的撤离，无异于给中国制造业敲响了丧钟。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有多惊人。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，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8262.5亿元人民币，同比暴跌 27.1%，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降幅。要知道，2022年这个数字还高达12326.8亿元。2023年虽有下滑，但仍有11339.1亿元。换句话说，仅仅1年时间，中国就蒸发掉了超过3000亿元的外资。有分析师指出，这种断崖式下跌背后藏着更深层的危机。因为安全原因，要求匿名的 IT 外企人士表示，整个行业的外资撤离趋势已经持续了至少3-4年，而且势头明显加剧。这背后最大的问题是整体政治气候的变化，一些禁运政策、国内政策的调整，还有一些潜规则，比如某些招投标必须使用国产化产品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由，大力推动信创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，
要求政府机构和国企优先采购国产软硬件，这直接挤压了外资产品的市场份额。这位人士补充道，这种转变已经持续5-6年了，最早叫自主可控，后来改叫信创，不管叫什么名字，影响都是实实在在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轮外资撤离潮中，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现象正在发生，外资正加速转向东南亚和印度。东盟秘书处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从2010年的不到40亿美元，一路飙升至2023年的历史新高170亿美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正在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，而东南亚正在接棒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根据高盛2024年9月发布的研究报告，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选择在马来西亚建造汽车厂，在越南建造电力供应基础设施，在哈萨克斯坦建造化工厂。这种产业转移的速度之快，规模之大，前所未见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中国政府却似乎还在沾沾自喜。人民日报竟然在头版刊文称，这不过是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结果。然而，事实真的如此乐观吗？让我们听听那些亲历者的声音。说句不好听的实话，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。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，35%的受访媒体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恶化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超过半数的企业表示对中国政府的开放承诺已经失去信心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IT 外企高管坦言，这种撤离潮其实已经持续3-4年了，但现在势头明显加剧。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气候的变化，有些禁运措施，有些国内政策的变化，还有一些潜规则，比如某些招投标强制要求用国产化产品，这些都在加速外资撤离。更让人忧心的是，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危机已经开始扩散。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指出，外资撤离不仅会导致直接的就业岗位流失，更会引发连锁反应。以广东某电子产业园为例，一家日企宣布撤离后，与其相关的近20家配套企业也相继陷入困境，累计影响就业人数超过2万人。让我们用冰冷的数据说话。2024年，中国经常账户顺差4220亿美元，创下历史第2高。对外商品贸易顺差达到空前的7680亿美元。最后一个季度更是飙升至1807亿美元的纪录。这些看似亮眼的数字背后，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在全球市场上，不仅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满，就连印度等周边国家也开始担忧这种失衡状态。这种局面下，川普重返白宫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%关税，这无疑会加速新一轮企业外迁潮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根据纽约咨询机构荣鼎的分析，到2023年，中国对外投资中只有28%流向发达经济体，远低于2016年的80%和2021年的5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投资质量正在严重下滑，大量资金涌向了风险更高的发展中国家。一位北京高校金融学教授分析指出，中国引资的2大优势——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，现在都荡然无存了。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，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，而各种优惠政策也在收紧，外资撤离是必然的结果。还有更令人不安的数据，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研究，传统上进入中国的外资有相当比例流向房地产和金融业，但在房住不炒政策下，这2个领域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迷，外资对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投入大幅度减少，这个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。一位知名商学院教授警告说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
中国政府似乎也坐不住了。2024年底，匆忙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，包括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，扩大医疗等领域开放试点。但这些救火政策能否奏效，恐怕只能用为时已晚来形容。正如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所说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。但不同的是，这次没有外资充当止痛药了。